朋友们，出大事了！这是一个我们等待了太久太久的信号，在抖音上终于可以打出于朦胧这3个字了。这仅仅是审查机器的疏忽吗？还是说这背后有我们看不见的政治博弈在悄悄转向？但是在这个好消息的背面，另一个让人毛骨悚然的事情发生了。与于朦胧生前关系密切的好友女演员陈都灵，她的处境似乎真的不妙。最新的消息是，陈都灵工作室悄悄删除了她12月的行程贴文。这意味着什么？这是不是某种预警？而下一个是胡歌吗？观众朋友好，这里是大师局，我是袁成。咱们先说最紧急的情况。大家可能还记得，不久前美国那位很有名的灵媒 Candy Star 发出过一个非常具体的警告。他说陈都灵现在非常不安全，甚至提到了他在某个艺术馆被强行灌药的细节，并且预言他可能会在12月5号左右遭遇不测，被当作某种献祭。当时这个说法出来后，网上炸锅了，可能是为了辟谣，也可能是为了安抚粉丝。陈都灵的工作室在12月1号紧急发布了一份行程单，上面清楚地写着，他将在12月16号、19号、23号在北京参加公开活动。当时大家的想法是，只要他能够按时出来露面，那些关于他遇害或者被囚禁的谣言就不攻自破了，对吧？结果呢，就在这2天，有细心的网友再去翻陈都灵的微博，发现那张救命稻草一样的行程单没了，删除了。这太反常了，如果你是为了辟谣，你应该把行程置顶才对，为什么要删除？是不是因为他根本就去不了了？评论区里现在人心惶惶，有网友说，前几天还看到的，今天上去看，行事历却拿掉了，不得不让人怀疑。还有人提到了迪丽热巴，说感觉这些凶手一直在犯案，根本不在乎外界怎么看，这就是个吃人的环境。虽然陈都灵的账号最近发了微博，但马上就有网友通过对比照片指出，这可能是替身，或者是工作人员代发的旧图。这种只见文字不见活人的操作，是不是让你想起了于朦胧出事后那段时间的诡异操作？美国灵媒戴博拉在11月底的通灵中甚至提到，陈都灵被迫和一个编号100的人进行战斗，情况非常不好。当然，灵媒的说法我们没法证实，但在中共这个黑箱子里，当官方信息完全不可信的时候，这些来自另一个维度的声音往往成了大家唯一的线索。如果你也在关注陈都灵，请在弹幕里打出关注2个字，我们不能让他就这样无声无息地消失。灵媒戴博拉还披露，那些行恶者还说下一个将是胡姓艺人，这不免让人猜测，难道下一个遇害的将是胡歌吗？其实胡歌情况不妙的说法在网络上已经热传一段时间了。日前他在电影3滴血路演现场的照片让网友们惊呼，这怎么断崖式衰老了？照片里他额头上的皱纹又深又密，整张脸的肌肉严重下垂，眼袋和黑眼圈重得吓人，看起来一下子老了10几岁。这绝对不是简单的拍戏累了，这是一种从内而外透出来的精气神的耗尽。为什么会这样？有传闻说，在于朦胧遇害后，胡歌是圈内极少数敢于私下说公道话的人，但就是因为这点不听话，他被盯上了。有人发现，胡歌最近出席活动时，身边跟着的一名神秘男子，竟然和于朦胧生前身边出现过的男子是同一个人。这意味着什么？网友直言，这证明他的工作就是便衣，专门负责监视特殊人群的。也就是说，胡歌现在虽然还能出来宣传电影，但他可能根本没有自由。命理师林寒坤对此做了一个奇门遁甲的局，他解读说，胡歌现在处于一种正气被压制、真话被封锁的状态，整个气场显示他被紧紧盯着，不能乱动，不能乱说。命理师指出，压制胡歌的这股力量
不是某一个人，而是一个庞大的既有行政权力又有黑道手段的集团。他们来自体制，来自红色权贵。他们没有直接打胡歌，但是通过恐吓、谈话、精神施压，让胡歌处于极度的心理恐惧中。这就是为什么他看起来会突然老了10几岁。接下来先说一个对每个人都很重要的消息，我们大食局为大家提供了最好的优惠产品，就是我们一直在推荐的韩国济州岛红海参修复饮。我很喜欢这个产品，这个产品是用当地海女亲自下海采到的珍稀红海参做成，成分90%是深海野生红海参，还有10%的韩国名贵红参和纯天然蓝莓原液，做成果冻口感，完全没有腥味，小孩大人都喜欢，特别适合圣诞、新年送给家人和朋友。从效果上，它真能帮助细胞修复，降低发炎，提升免疫力。年轻人如果熬夜后吃一条，皮肤不容易爆痘。还有位朋友经常口腔溃疡，试吃了这个红海参修复凝胶后，修复得很快，第2天就差不多好了。这都是小炎症。还有些用户反馈，吃了之后痛风发作频率明显下降了，血糖恢复正常了，失眠减轻了等等。有位宋大姐自己吃了觉得很好，成了铁杆回头客。我建议趁现在还有货赶快下单，不然真的缺货就要等很久。我朋友怕断货，干脆一次囤了10盒。点击描述栏的购买链接，输入优惠码大食局就可以享受85折。中国大陆2盒起卖，4盒包邮，购满70美元，美国本土包邮，满260加币，加拿大包邮。现在我们说回于朦胧。12月7号，有网友第一时间在 X 平台爆料，他说：“好消息，在抖音上终于可以打出于朦胧这3个字了。”你们没听错，这几个月来，这个名字连同小鱼、鱼的图形，甚至跟卖鱼、钓鱼相关的账号，在抖音上都被封禁，仿佛打出这3个字就是犯了什么天条。但是现在封锁线撕开了一个口子，很多网友冲进评论区测试，有人打出于朦胧发出去了，有人哭着留言说：“真好，终于可以用他的名字了，今天终于能发他的露脸照片了。”这仅仅是审查机器的疏忽吗？还是说这背后有我们看不见的政治博弈在悄悄转向？有网友发现了一个惊人的规律，从今年9月到11月，中共的一些官方媒体，像是镇江生态环境局、国家气象局、人民网科普频道，甚至西溪国家湿地公园，他们的官方微博在发文时，都极其诡异地嵌入了于朦胧这3个字。你们听听这些句子。9月30号，镇江环保局说，烟雨楼台隐匿于朦胧的雾气之中。10月30号，气象局说，于朦胧间触摸历史与当下的交融。11月21号，人民网说，愿你于朦胧中看清方向。11月25号，西溪国家湿地公园官方微博发文说，晨雾如纱轻拢，木桥隐于朦胧。这是巧合吗？网友们分析，这很可能是体制内反习派的媒体在故意放信号。在中共这种密不透风的宣传体系里，文字从来都不是随便写的，这是在敲打习派，是在利用于朦胧这个案子进行权力斗争。他们或许不是真心想为于朦胧伸冤，但他们需要这个把柄来攻击对手。大家想一想，网传于朦胧出事那天的17人聚会名单里有谁呢？传闻有习近平的弟弟习远平，以及习近平的亲信蔡奇的私生子。所以现在抖音解禁于朦胧，是不是意味着那股反对势力占了上风？还是说这只是为了平息民愤的暂时放开？有网友很清醒地说，但愿这是永恒的，而不只是一时放开。不管怎么说，能打出这个名字，就是我们普通人坚持不懈的结果。这是大家一点点冲塔冲出来的缝隙。虽然于朦胧已经离开我们将近3个月了，但关于他遇害真相的挖掘从来没有停止过。最近
又有技术流网友重新分析了于朦胧在2025年4月12号发布的一张照片。这张照片乍看没什么，但在放大并调节光线后，他的眼睛里反射出的影像，也就是所谓的荣图，让人毛骨悚然。网友分析，他左右眼反射出的是一个室内空间，像是一个地下室。仔细看，左眼里似乎有3个人，最左边一个人蓝衣黑裤，双手被铐着跪在地上，中间一个人穿白衣，还有一个全身黑衣的人。右眼里也是这3个人，但地面上出现了一大片黑色的东西，看起来像是一滩血。这张图被认为显示他自己或他人当时的处境，有人被囚禁在地下室，遭受极端对待。这与灵媒沟通到的信息高度吻合。灵媒坎迪斯说，于朦胧的灵魂提到有很多秘密囚禁人的地方，阴暗潮湿，像地下避难所，进去还需要警号。这些地方在哪里呢？网上流传的地点包括保利集团相关的场所、上林世家、北京朝阳区林翠路，以及某些艺术馆的地下室。提到保利集团，懂点中国政治的朋友都知道，那是中共太子党的大本营。保利是曾庆红家族的势力范围，曾宝宝是幕后老板。网友们还提到了万科地产，说那是习家的白手套。不管是习派还是江派，这些权贵集团在老百姓眼里都是一丘之貉，他们手里掌握着绝对的权力，把年轻的生命当作玩物，甚至当作续命的祭品。灵媒提到的细节更加残忍，他们诱捕年轻的学生，8、9岁的男孩，甚至涉及器官交易和暗网视频贩卖。据说这背后涉及的受害者数以千计。听到这里，您可能会觉得这太像电影情节了，但是看看胡鑫宇案，看看铁链女，在那个神奇的国度，现实往往比电影更残酷。于朦胧的离世就像推倒了一张多米诺骨牌，整个大陆娱乐圈现在正在经历一场前所未有的寒冬。最先站出来为于朦胧发声的演员李廷哲最近发视频说，现在全网都在抵制娱乐圈，目前已经初见成效。数据显示，2025年65%的演员全年无戏可拍。李廷哲觉得实际数字可能高达80%。以前演员平均收入很高，现在跌到了1/10。电影院更是惨不忍睹。李廷哲自己去电影院，发现就他一个人包场，孤芳自赏。他预测，按这个节奏，中国的电影院要倒闭一半。演艺圈再这么下去啊，真得干活。在李廷哲的评论区，无数网友刷屏，让于朦胧回来，我们的钱就愿意花给娱乐圈。你们沉默，我比你们更沉默。不走进电影院，不买任何周边，把这么好的人给弄没了，我们就把娱乐圈弄没了。这是一场无声的抗议，大家不再为这个肮脏的圈子买单了。而且反抗不仅仅是在网上，在上海，一位勇敢的网友在自己的车身上喷上了标语：为正义而战，全世界最好的青年于朦胧。他开着这辆车穿梭在上海繁华的街道上，这是多么大无畏的勇气！还有网友分享，当他去邮局寄信为于朦胧鸣冤时，邮局的工作人员告诉他，现在很多人寄信去北京，邮局的邮票都要卖完了。这位网友去这家邮局寄了8次信，这是他第一次听邮局的工作人员这么说。这就是希望。虽然当局在抓人，在请喝茶，在威胁家属，但他们堵不住所有人的嘴。视频的最后，我想给大家看一段视频。这是2024年9月21号，于朦胧在保定演出后，在后台门口给粉丝签名的画面。大家太苦了，很冷，快回去吧，好不好？天的眼中。妈妈，我们从外地来的。谢谢妈妈。谢谢大家。那天很冷，他一边签名，一边温柔地对粉丝说：“大家辛苦了，很冷，快回去吧，好不好？谢谢大家，注意安全。”听到有粉丝是从外地赶来的，原本准备走的他，又转过身回来继续签。
他总是这样，被人群包围也不烦，总是怕粉丝失落，总是想力所能及地满足大家。这样一个温暖、善良、干净的人，却在1年后以最惨烈的方式离开了这个世界。而那些身居高位、满手鲜血的人，却还在酒桌上推杯换盏，策划着下一个牺牲品是谁？是陈都灵吗？是胡歌吗？还是我们身边的每一个普通孩子？抖音上解禁他的名字是一个小小的胜利，但这远远不够，真相还没有大白，凶手还在逍遥法外。我们不能忘记于朦胧，因为忘记他就是对邪恶的纵容。如果您支持追查真相，请转发这个视频，让更多人看到。也欢迎在评论区留下您的看法。您觉得陈都灵删除行程意味着什么？胡歌的变化又是因为什么？这里是大师局，感谢您的陪伴与思考，请订阅、分享并打开小铃铛，一起在动荡中坚守真相，在黑暗中点燃希望。